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中文学习频道。今天我们轻松一点，我会带你们边逛宜家，边学习一些和家居用品有关的中文表达。我现在在停车场啦，走吧，一起进去看看。对了，顺便说一下 ，IKEA 的中文名字“宜家”的意思是让家变得舒适，是不是很贴切？看，地上有箭头，我们跟着它走。往左是商场入口，入口是可以进去商场的地方，出口就是可以出去的地方。这里又有一个入口，我们继续跟着它。看，又看到入口了，现在上扶梯。这里写着购物从3层家具展间开始，所以我们要坐扶梯上3楼。这里用3层比3楼更正式，但意思上没有区别。家具展间就是把家具和装饰品布置得跟家里一样，看起来就像一个真正的家。终于上来了。抬头可以看到牌子上写着家具展间，地面也有箭头。那我们就跟着箭头走吧。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展间，进去看看吧。我现在就感觉自己好像走进了别人的家。你们可以告诉我，我现在在什么房间吗？没错，这是客厅。客就是客人或者宾客。厅是房间或者空间，所以客厅的意思就是接待客人的房间。那我们看看一般客厅里都有什么？最常见的就是它啦，用中文怎么说呢？对，这是一台电视。或者你也可以说电视机，它们的区别是，电视可以是电视节目，也可以是这个设备，但是电视机只能是这台机器。上面这种挂在墙上的柜子，我们可以叫吊柜。吊柜里面放着一些小摆设，它们也可以叫装饰品。下面这个柜子叫什么呢？以前我们的电视机一般都放在柜子上，所以这样的柜子就叫电视柜。它上面可以放一些摆设，
里面还能装家里常用的东西。这里是一个抽屉，它里面放了插线板，还有一些碟片。其实我家现在已经没有碟片这种东西了。好了，这是电视机和电视柜。现在我们看看对面有什么。在客厅里，我们一般坐在哪儿看电视呢？对了，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这是一个沙发，这是一个3人沙发。沙发上放着什么呢？这个我们可以说是靠垫或者抱枕。我们可以靠在靠垫上，我们也可以抱着抱枕。接着我们看看沙发对面，一般都会放茶几，对吧？几是一个多音字，在这里读一声，意思是小的、矮的桌子，所以茶几的意思就是放茶具的小桌子。这个茶几太小了，我觉得很不实用。更常见的茶几是这样的，我们一般会把茶壶、茶杯、茶叶放在上面，当然也可以放一些水果。有意思的是，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是喝茶，而不是喝咖啡，所以 coffee table 在中文里不是咖啡桌子，而是茶几。好，茶几看完了，我们再看看沙发旁边，这里有一盏灯，它是放在地面上的。你们知道这种灯用中文怎么说吗？它叫落地灯。那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灯呢？我们叫它吊灯，也是吊柜的吊。最后，我们看看地上的这个，它叫地毯。其实关于地毯，我有一个小发现，就是中国家庭一般比较少用地毯，就算有，也通常只是一块铺在茶几下面，或者像这样一小块放在卧室的床边，更多是用来装饰一下，不像在美国，很多家庭的房间，整个地面都是地毯。好啦，这就是客厅，我们先看到这儿。现在我们去旁边的阳台看看。阳台对中国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习惯在阳台上晾衣服，所以很多时候，这个洗衣服的机器也会放在阳台上。那它的中文是什么呢？对了，就是洗衣机。这里可以挂一些清洁工具。衣服洗好以后，我们会把它们挂在这样的架子上，让它们自然晾干。所以这样的架子叫晾衣架。这也是为什么
在中国家庭里，烘干机其实不太常见。现在我们再看看阳台的另一边，这边是阳台的休闲区。一般我们会在这里种一些花或者绿植，然后放一张小桌子，2把椅子。这样我们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到阳台坐一会儿，在这里喝喝茶，晒晒太阳。其实有些家庭会有2个阳台，一个是用来洗衣服的，我们叫生活阳台。另一个就像这个休闲区，我们叫休闲阳台。好，现在我在的这个房间不在刚才那个展间里，但它在中国家庭非常常见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有很多书，还有桌子、电脑，所以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房间里看书、学习或者工作。那你们知道这样的房间用中文叫什么吗？对了，我们叫它书房。是的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书通常都放在这个房间里。这些放书的柜子叫书柜，如果是架子，可以叫书架。另外，我们的家用电脑一般也放在书房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在这里玩电脑游戏或者追剧。书房里的桌子我们可以叫书桌。我刚发现，这不是一张普通的书桌，它是可以升降的，而且是电动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叫它电动升降桌，或者简单一点，就叫升降桌。这是它的按钮，轻轻按下去，它就下去了。往上按，它就起来了。这样的书桌就很方便我们站着办公或者学习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学习了客厅、阳台和书房里的一些常用家居词汇。下个视频我们会继续学习厨房、饭厅、卧室还有浴室的家居词汇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，请帮我点赞转发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学到了哪些新词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